Hello，宝宝，你们好！又到了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了。前段时间就有宝宝一直在催我啊，说赶紧讲书了，可以推荐书了。那个手头上的书已经看完了，然后因为我这段时间刚刚学着开播，比较忙哈，就没有顾过来。今天呢，我就在这儿先给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月看的历史书，就这个月是主攻历史，因为这两本呢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我买那个马伯庸的书的时候顺手带的两本啊，然后因为它又比较薄，不是那种厚布头，看起来很轻松、通俗易懂的，很快就看完了。像唐朝历史呢，我以前是看的比较少的，除了看那个武则天传，看了那个李世民传啊，然后你再结合着这样一部比较概括性，把唐朝从头讲到尾的这么一本比较好读懂的书吧。这么一看的话，唐朝的历史你就基本上了解的七七八八了。唐朝其实还是挺有趣的，但是你像我儿子学历史嘛，然后他从小就喜欢历史类的书籍，看了很多。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哪个朝代最有趣啊？他觉得就除了三国之外，就是明朝很有趣了。当然，我觉得这跟他小学的时候看了这个明朝那些事儿是密不可分的。这套书啊，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我目前看到的还没有什么历史书能够超越它。就是我看了有很多清朝啊、明朝、唐朝有很多书，他们起的名儿其实也还挺有趣，但是它里面的叙述方式肯定是赶不上明朝那些事儿的啊。所以说，如果现在还没有看过这套书的宝宝，一定推荐你们要买来看。那像这一本呢，因为那个明朝那些事儿，毕竟我再刷2遍3遍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这个薄薄的一本呢，看一遍，我又把它捋了一遍。因为我这个人看书，很多时候后面看了前面的就忘了。然后这一次我来重温明朝哈，就搭配了2本书，也是我好早之前买的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一本，我看完了，我找不到了，叫《明清后妃的爱恨往事》，然后再搭配这个清代后妃的宫廷生活。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几本书它讲的都是同一段历史，然后有些是从这个角度讲，有些是从那个角度，有些是从前朝，有些是从后宫，就是你把这些搭配着来看的话，你会对这个朝代的一些事情了解的更透彻。清朝的历史我也挺喜欢，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过我看的那个一个是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还有一个走进紫禁城，那个也是故宫出版社的，我就把这些搭配来看，觉得好像又复习了一遍。我们不是为了考试去看，但是你把这些历史的人物关系，还有它的故事的脉络，你捋清楚以后，你觉得脑子好像真的是那个历史像明镜一样的在你的脑子里过了一遍。明清后妃的爱恨往事啊，我觉得有点像看现在的明星的八卦一样，很有意思，好像这些古代的帝王后妃都是生活在你身边的人。还有一个让我久久思考，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帝王的后宫3000啊，就是他想跟哪个女人好就能跟哪个女人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皇帝和其中的某一个女人依然能产生非常真挚，甚至是我们现在一夫一妻都达不到的那种感天动地的爱情。我就觉得这么看，这两性之间的感情，有时候真的是1对1的，两相吸引，上天注定吧，有点这个意思。爱情这个东西一旦到了，它真的可以是唯一，谁也无法替代，什么事情也无法替代的，这是一个很奇妙，我觉得。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重点推荐的一部书，就是之前在直播间挂着也给大家推荐过的，叫做《好好告别》啊。我就说如果很多宝宝们因为我买来看了这本书，那我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讨论我们的读后感，我们各自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啊，凯瑟琳·曼尼克斯，他是英国的一名资深的全科大夫，还有安宁疗护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用了30多个他接触到的实际的临终案例写出的医疗与临终关怀的一个算是经典之作吧。其实我第一次近距离的面对死亡是我的奶奶的离开，那个时候我才16岁。以我现在的心态来看，我觉得我完全承受不了，就是太小了。而且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死亡、关于告别的这种自我心理预示也好，这种教育也好，没有。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所以在当时我的打击真的是非常大。我奶奶走了的那1个月，我都觉得我的世界从此就不可能再美好了，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那种感觉啊！而且可能是因为这个伤痛疗愈没有做好，在之后的20年里，我都是一直不能提这个事情，一提就会哭，一提就会哭。后来我跟一个心理医生聊过，他说你是当时没有做好伤痛疗愈，所以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后来在我30出头的时候，面临了我爷爷的离开。他们2个都是我最亲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做过了很多的准备和心理建设，也成熟了很多，所以我能够很平静的去正视爷爷的离开。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幸运，就是爷爷离开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在他身边，
因为当时我爷爷已经89岁了，没有任何的慢性病的情况下，他是因为一个感冒引起的病毒感染，然后病毒一下子侵袭了全身的器官，所以马上造成了肝肾的衰竭。当时呢，在爷爷昏迷了过去之后，我们也拒绝了医生就是马上把他送进 ICU 抢救的这个想法啊，就是因为他当时其实器官已经是在一个无可挽回的衰竭的状态。那么你再进 ICU 去抢救的话，可能也只是能延长那么几个小时的生命。我们拒绝了医生的这个抢救的提议之后，我们能够得以全家人围在爷爷的身边，拉着他的手，跟他讲着一些告别的话，让他安详的离开我们。这个事情让我回想起来觉得是幸运的，是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呢，即使我已经近距离的面对过死亡，而且也接受了死亡，但是我们真的还没有好好的去想和谈论过死亡，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面，这个词还是比较忌讳的，而且我们也忌讳跟身边的亲人谈论到身后事啊，或者说是以后某个人要离开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比较避讳谈这个事情。看了这个书之后呢，就让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是一个神圣的从生到死的自然的过程，我们要去敬畏它，要尊重它，也要学会好好去告别。这个作者啊，这个英国的医生，他在他的后半生的事业里面，基本上都是在从事着这个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就是说，他们的治疗可能不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他们能在你的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能在最后这个阶段走得有尊严、有价值，能够让你去好好的过你剩下的日子，好好的在这段日子里面跟亲人去相处因为他目睹了很多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个丈夫，他在得了这个不治之症之后，瞒着他的妻子，苦苦的瞒着，他觉得他妻子是接受不了。但是呢，其实他妻子也知道了，他也在苦苦的瞒着丈夫。他们两个还在不停的在仅有的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还在非常辛苦的去给对方演戏。不能两个人都放开敞开心怀的觉得我们只剩下这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用，来好好的表达我的爱，好好的去陪伴，好好的去说一下我们今后的对生活对活着的那方今后的生活的安排或者说之后的计划，让这个临别之人他能够完全的放下心来。就是医生看到这些情况，他就会非常的揪心最后他用他的办法让2个人都互相释怀了，然后这2个人最后也很感谢他就经过了很多的这样的案例之后，他就会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去思考如果是我的生命到临终的时候，那我要先给医生或者说是我的亲人交代，我是希望去尽量延长我的生命哪怕是几个小时，哪怕是几天呢，还是希望把剩下的时间好好的跟亲人相处。那么作为你是这个患者的家属的话，我们可以在事发之前就做到好好的沟通，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天，这是我们生命的自然法则，从你出生的第一天就决定了，所以我们无需避讳，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沟通。在我们的生命剩下不到多少时间的时候，我们希望或者说我们尊重亲人的意见，他希望怎么样去度过。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些亲人亲属，他为了尽量的去挽留自己爱的人的生命，让他多陪伴自己一些时日就尽量的去上各种的仪器，上各种的抢救方式去延缓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医生就告诉我们，其实在这种时候，我们最应该尊重的是这个当事人他的意见。有很多人都是因为亲人的苦苦挽留，而把生命的最后一刻耽误在了这个抢救机上，耽误在了 ICU 里，而不是把最后这个时刻用来跟亲人好好的说一说知心的话，好好的说一说告别的话而是我们可能就看着亲人他在这个 ICU 里插着各种管子，离我们很远的，连一句告别都来不及说就离开了，这也是会成为我们一生的遗憾吧。我记得一个国内最早介入临终关怀的工作者叫黄卫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为了一个工作准备面试还要准备好久，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我们能不能在死亡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先谈一谈一个是你跟你最亲的人谈，还有一个是你给自己的将来的这一天有所准备，有所安排。还有就是在好好告别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反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珍惜你的所爱？除了在心理上我们去了解死亡的意义，有没有行动起来？我们也可以想想自己的几十年之后，一旦自己发生意外伤病甚至是离世我们是选择拖累家人呢，还是让家人后顾无忧？我们从出生之后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就是死亡，或早或晚那我们活得够体面，也要死得有尊严。每过一天，剩下的日子就少一天，这让我们认识到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
其实一生当中生死之日都是固定的，而且都不足24小时。它们就像书签一样标注着我们的人生。一天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天，我们每年都会去庆祝。那另一天呢，是我们走向死亡的那一天。这一天的总会到来，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生命是多么的可贵，要珍惜每一天。我觉得这本书里作者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其实他们做临终关怀的医生啊，都把人的死亡当成一个跟这个宝宝出生的过程是一样的。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和在产房里面接生的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是一样的。医生和护士每天接生，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会祝贺家人，会去教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去教他们应该怎么样去从心理上、从行动上去适应这个生命。那么其实做临终关怀的医生，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一样的，看着一个生命的离去，他们也去帮助这个家人和亲人，帮助他们适应。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少了一个亲人了，你心理上要去适应一些什么，要怎么样去适应，你的行动上该去做一些什么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把这个一个生命的离开和一个生命的到来做了一个对比，他觉得这是一样神圣的事情，值得尊重，可以去正视，并且可以去提前准备和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因为我们每个人除了面对自己将来的这一天，还要面对很多你所爱的人、你的亲人的这一天。我们提前去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提前去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样面对，就不会在那一天让巨大的悲伤把你变得手足无措，不敢正视，也不敢自然的去面对，甚至是逃避或者说像我小时候那样，就是有一个这个无法跨越的这个伤痛的坎儿。这就是我看了这本书的一些大概的感受吧，也希望宝宝们看了这本书的能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交流我们的读后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读书小沙龙，好吧，拜拜。